很多人都喜欢狗，路上看到一只狗跑过来，会蹲下去摸，会笑，会说一句好可爱。但你真的问他要不要养一只，他会停顿，没时间遛，房子太小，工作太累，偶尔还得出门。然后他没有养狗，他养了一只猫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猫打败了狗，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装不下一只狗了。今年这一集不讲宠物科普，也不算猫和狗，我要解剖是另一件事。一只狗到底从一个人的生活里拿走了多少东西，以及现在人还剩下多少可以拿出来。舞刀开始。先说一个很多没人意识到的事，喜欢什么和选择什么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你去问，大部分人会说他们喜欢狗，狗会回应你，会扑过来，会在你回家的时候真的开心。那种确定外放的爱，几乎没有人能拒绝。但喜欢是一种感觉，选择是一种结算。当一个人真的要决定养什么的时候，他不是在挑哪个更可爱，他是在算我们每天几点能回家。我在这个房子关一只狗在里面8个小时，算不算虐待？下个月出差，谁来管它？算到最后，很多喜欢狗的人养了猫，而且这不是别人的事。在中国城镇，宠物猫的数量已经反超了宠物狗。注意，他没有变心，他依然觉得狗很好，他只是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接不住那份好。人没有改变喜好，他只是改变了选择。那问题来了，是什么挡在喜欢和拥有之间？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钱。养狗嘛，很贵，这就是第二刀要切的第一个错误答案。我们先承认养狗确实要花钱，狗粮、疫苗、看病、洗澡加上来不便宜，钱只是账单上看得见的成本，狗真正消耗的是另一种东西，你的生活秩序。一只狗是绑在时间上的，它每天要出门，不是你想溜就溜，不想溜就算了，是它必须溜，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下雨也得去。兽医机构的建议很清楚，多数狗每天都要规律出门，溜1次到2次，具体时长要看品种、年龄和身体状况。猫当然也需要互动，需要玩，区别不是猫可以完全不管，而是猫的活动更容易被拆成几段很短的室内时间。狗会把你的生活定成2个固定的时间点，猫则更容易钻进你已经睡觉的时间里。养狗意味着你不能临时说走就走，不能连续加班到深夜还心安理得，不能说这个周末我想躺着不动，因为有一个生命在等你履行一个每天都要兑现的合约。钱可以一次付清，但生活秩序要你每天付，所以最先劝退的人不一定是钱，是生活已经排满。狗真正消耗的不是钱，是你的生活秩序。那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现在人的生活秩序会变得那么挤、那么满、那么没有缝隙？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懒，这是一座城市慢慢做出来的。请注意一件事，城市甚至不需要明文禁止你养狗，它只要一件一件把养狗所需要的条件慢慢走就足够了。第一件是空间，对很多住在城市公寓里的人来说，空间已经越来越紧。第二件是时间，城市把通勤拉得很长，在北京，通勤者单程平均要花48个分钟，将近30%的人单程都要超过1小时。等你挤完这一整天回到家，狗可能已经等了你一整天，你累得只想倒下，它却正在等着你出门。第三件是规则，很多公寓、很多租约写着禁止养宠物或者禁止养狗，你想养，房东不让，你换房子，下一家也不让。在英格兰明确写着，允许养宠物的出租房不到6%。第四件是节奏，你的时间被切成碎片，通知、加班、临时的会
你看，城市从来没说不让你养，它只是把空间、时间、规则、节奏一样一样的收手。等你回过神，养过一只狗，已经变成需要认真规划、几乎奢侈的事。反过来看美国就有意思了，那里的郊区里多，房子大，狗到了今天还是第一名，数量压过猫。这不能直接证明什么，但它至少说明猫狗之间的彼此之间从来不是全球同步的，空间、距离、住的方式很可能就藏在答案里。城市没有禁止你养狗，它只是一步一步拿走了养狗的条件。当条件被拿走，人不会就此放弃陪伴，人是需要陪伴的，人只是开始去找另一件陪伴，一种不需要他付出那么多的。这几年有一个词悄悄变得很重要，低维护。我们开始喜欢低维护的东西，不用怎么打理的日子，不用怎么打理的关系，不用每天报道的爱好。陪伴也走进了这个逻辑，猫刚好契合了这种需求，它不用每天固定出门溜，你上班的时候它可以睡觉，你回家的时候它才慢慢走过来。它当然需要照顾，需要互动，也需要责任，只是这些责任更容易留在室内里完成，也更容易塞进现在人的已经睡掉的时间。它需要你，但它不会把你的一整天用死。很多人选猫不是因为更爱猫，是因为猫是他那点所剩不起的精力更难承担起陪伴。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，这不代表养猫的人情感更淡，也不代表他们不想付出，恰恰相反，他们往往非常需要一点陪伴。正因为太想要，才需要挑一个自己撑得住的。一个人下班到家已经被掏空，他没有办法再去承担一份每天都要兑现风雨无阻的责任，但他还是想要。进门的时候，家里有一个活的、会动的，在等他的存在。现在一个人住的越来越多，光中国单人户家庭就已经超过1亿。一个人扛全部，没有人替板，所以他更需要一个会把他压垮的陪伴。在英国一项调查里，超过一半的养猫动机都和陪伴、减少孤独、减轻压力有关。猫就卡在这条缝里，不是不想爱，是没有余量。人不是失去了爱的能力，人只是失去了爱的余量。而当余量继续缩小，真正改变的就不只是养猫，还是养狗。我们习惯把事情讲成一场胜负，猫流行了，于是我们说猫赢了，狗输了。但这一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赢家，猫没有打败狗，狗也没有变得不可爱。真正发生的事情要冷静得多，是人能拿出来的东西变少了，时间变少了，空间变小了，体力被工作先拿走了，每一段可以分给另一个生命的完整的注意力都要省着用，于是人能养起的陪伴也跟着缩小。从一只要溜、要陪、要规划的狗，转向一只你睡着它也睡着，你忙的时候也能安静待着的猫。这不是品味升级，是生活余地收缩时候选择被重新排序。你能留着什么样的陪伴，其实是在告诉你，你的生活还剩下多少余地。猫没有赢，是人的生活变窄了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猫没有打败狗，狗也没有突然失去魅力。真正改变的是人类的生活，最后人选择的未必是自己最喜欢的宠物，而是自己还养得起的关系。我是盛，下期见。